这是轰动全国的猫脸老太太事件。相传1995年，黑龙江的一个村子里，一位老太太因为和儿媳妇总是吵架，最后一气之下上吊自杀。而按照习俗，老人去世后不会立刻入土的，家人便准备把遗体放一个晚上。到了深夜，一只黑猫突然跑了进来，并且跳到了老人遗体上面。死人遇到黑猫后突然诈尸，只见尸体从棺材里直直坐了起来。儿子听到异响后赶来查看，结果看到母亲的脸已经变成了猫脸，他直接被吓死。随后老太太的尸体就不见了。之后的日子里，村里的动物莫名其妙消失，还有几个小孩子也不见了。此事搞得人心惶惶，后来惊动了有关部门，直接出动军队搜捕到了猫脸老太太，并且将其击毙。这部电影就是根据这件恐怖传闻改编而成。在东北的某个城市，有这样一个老太太，早年丧偶的她靠着一针一线给人缝补衣服，养大了4个子女，本以为可以安享晚年，可没料到因为操劳过度，老太太突然患上了脑溢血，身体瘫了，神志也变得有点迷糊。因为这个病，儿女们都开始推卸赡养老人的责任。老大和老二结婚结得早，各自都有家庭。老四因为还在读大学，所以就把照顾母亲的任务交给了憨厚老实的老三。这天，老三的媳妇因为患病要去省城做手术，于是就把母亲托付给大哥照看几天。可是老三前脚刚走，大哥就把2个妹妹叫了过来。老四刚毕业还住在宿舍，没办法照看母亲。妈，我先走了。晚上吃饺子，你早点回来。知道了，妈。寒暄几句后就走了。而老大则说自己身体不好，没有精力照看，又说老二家是做生意的，挣钱又多，理应由他照顾。说完，趁着老二打电话的功夫，趁机溜走了。老二打完电话发现人都走了，可他觉得自己是嫁出去的姑娘了，他便借口店里出了点事，给老大发了个信息，让他来接母亲，之后也离开了。可老大因为怕麻烦，将手机直接关机了。就这样，老太太一个人被扔在了城墙上。恰逢当天夜里突然下起了大雪，又赶上老太太脑溢血发作，她就这么死了。可就在老太太即将出殡的前一个晚上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。相传，如果黑猫与尸体相接触，死去的人就有可能会利用动物的气息还魂，发生尸变，也被称作猫精尸。因为黑猫碰到了老太太的尸体，只见老人诡异地从棺材里坐了起来，更恐怖的是，竟然变成了半人半猫的模样。因为4个子女的不孝行为，导致老太太惨死。这次她要回来报仇了，而她找的第一个报复对象就是开纸扎店的老大。此时的老大正在店里忙活着，突然他感觉到背后寒气袭来，等他猛然回头，虽然只是虚惊一场，可他还是感到了一阵后怕，于是便准备收拾东西回家。可这时，老大顿时吓得心脏病发作，住进了医院。第2天，老太太寻仇的消息传遍了村子里，村民们开始对他们一家避而远之。另一边，老太太尸骨未寒，老二就打起了房子的主意。不料他刚一进屋，就看到了诡异的一幕。个小兔崽子，想吓死你大婆啊！原来这都是孩子的恶作剧。到了晚上，老二心里忐忑不安，于是拿出母亲生前送他的护身符，来到遗像前上起了香。可这时发现母亲照片歪了，于是拿了下来，准备摆正。可就当他擦拭母亲的遗像时，母亲眼角突然流出2行鲜血。老二见后吓得离开了屋子，慌忙跑回家中，辗转反侧难以入睡，直到凌晨3点才缓缓睡去。可就在这时，母亲生前坐的轮椅却突然动了起来，这顿时惊醒了睡梦中的老二。可当他起身一番检查，却并没有发现异样。就在这时，镜子里出现了一个白影，老二跟着白影跑到屋外，发现老太太的房门敞开着，而刚刚还在桌子上的遗照，此时却又挂在了墙上。老二惊恐地准备离开房间，可刚一掀开门帘，猫脸老太太就出现在他眼前，并拿着棒针对他扎去。此时的老二吓得魂不守舍地跑回家中，之后一头钻进了被窝。丈夫察觉到异样，便询问了起来，并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可丈夫却不以为然，只说是因为老三为了不让他待在老宅，所以装鬼吓人，并且第2天2人还来到老三家讨要说法。可老三说自己昨晚一直在单位值班，根本没时间回家。姐，你说他拿了根棒针是吗？可是咱妈的遗物都锁在箱子里呢。
几人随后来到屋里，却发现那根棒针不见了。为了查清真相，老三在母亲的房中安装了监控设备。就在当天夜里，老二出来上厕所时，再次见到了恐怖的一幕。这个女人深夜上厕所时，突然身后传来一阵诡异笑声，可下1秒，女人吓得惊声尖叫起来。丈夫听到声音后，立刻拿起棍子四处寻找起来，可最终无功而返。第二天早上，老三得知昨晚的事情后，就跑去查看监控，可到了关键部分，却发现摄像头被人破坏了，而用的正是棒针。难道猫脸老太太的事是真的吗？母亲可能找4个不孝子女回来报仇了。老三意识到了危险，于是赶忙跑到二姐家中，让他们不要去老宅子住了。可姐夫却根本不信，还说自己阳气重，可以镇得住邪物。老三费了9牛2虎之力也没能说动姐夫，于是只好带着姐姐和侄子来到自己单位住1晚，随后便转身离开，随即便独自一人来到老宅楼顶，想要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。可就在他四处观望之时，身后却突然出现了一个鬼影。幸好这是一个梦，可就在这时，他却看到了姐夫鬼鬼祟祟的身影。老三见状，便偷偷跟了上去，却看到了姐夫在和别人约会。老三此时无暇顾及此事，转身就来到了老宅，结果发现母亲的房间有人来过，随后又来到姐夫的房间，发现他忘记带手机了。可当他看到短信内容时，便意识到姐姐可能会有危险，于是赶忙给姐姐打去电话，告诉她要注意安全，猫脸老太太可能去找她了。老二接完电话，吓得惊慌失措，他想找儿子来陪他，结果发现儿子竟不在屋里，于是便给他打去电话，这才得知儿子半夜偷偷出去找同学玩了。就在他挂完电话后，猫脸老太却突然出现了，老二吓得转身就跑，可猫脸老太一直紧跟身后。慌乱中，老二来到了城墙上，猫脸老太这时手持棒针，缓缓靠近老二，老二一不留神意外掉落城墙摔死了。等老三赶到时，二姐已经成了具冰冷的尸体。老三悲痛之时，发现了一个毛线球，他顺着毛线往前走，猫脸老太这时突然出现身后，正一步步向他靠近。要杀你就杀我吧，我只求你别杀小东，年纪还小。听到这里以后，猫脸老太缓缓放下手里的棒针，眼里流出委屈的泪水。哥，咱妈真的死了吗？老三不敢相信，他缓缓摘下老太太的面具，眼前的猫脸老太正是四妹假扮的。原来老四姨直接受不了母亲的离世，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，她经常扮成老太太在房间里扎来扎去。事情至此，终于真相大白。而至于为什么是这样的结尾，想必聪明的观众一定都懂。今天的电